就是他追了我一路。他的血脉气息怎么跟他的气息一模一样？混沌妖种，今日我麒麟一族必将你镇压！好大的口气！你再往前一步试试呢？毛毛虫，识相的赶紧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人多欺负人少！我的灵芝！龙豆豆，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站着回去。放肆！上古金龙血脉，你给我等着！便宜他们了，踩了我灵芝的账还没算呢，赔灵芝。主人，你发现没有，这小丫头的眉眼跟你有点像啊。这小丫头骨头还挺硬。我叫苏丫丫，来自瑶池圣地。瑶池圣地，仙界顶级势力，怎么会被区区麒麟族追杀到这种地方？他们说我的血脉是不该存在的东西。这混沌之气，浓度远超万年前那个女人，是她母亲做的封印。为了保护她，那你一个人跑到太虚古林来干嘛？这里可危险得很。我来找我爹，我娘说我爹可能在一片很大很大的林子里，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他。你见过你爹吗？从来没见过。娘说爹不知道我的存在。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我娘叫苏清月，是瑶池圣地以前的圣女。主人，你忘了，万年前那个女人离开时，她最后的气息就是瑶池圣地。瑶池，苏清月，混沌血脉，一个不知道父亲存在的女儿。如果再遇到危险，就捏碎她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看你顺眼。娘，别打他，求求你别打他。主人，有新发现，麒麟族那个长老慌乱中丢的。追杀他的是瑶池自己。第一，龙族秘法，方圆万里布下感知阵法，那几个麒麟族余孽的动向，我要一清二楚。是。第二，传讯烈天鹏和吞星蟒盯紧太虚古林入口。叔叔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会给你带来麻烦的。叔叔，你看看这个，跟你脖子上那个是不是一样的？我娘说，这是我爹留给他的信物。叔叔，你是？严丝合缝，这是我的月。整座太虚古林剧烈震颤。主人的亲生女儿。喝吗？苏清月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这万年你们经历了什么？不能说，现在相认只会吓到他。这枚玉坠我先帮你收着，等你找到你爹的时候再还给你。叔叔，你真的很像我娘给我描述的那个人。苏清月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回禀大长老，苏丫丫逃入了太虚古林深处，我族长老追击时被林中一头上古金龙惊退了。上古金龙，太居古林，有点意思。苏清月未婚生子，败坏我瑶池圣女声誉在先，我提议即刻废除苏清月圣女封号，将其母女逐出圣地，永世不得踏入瑶池半步。我女儿的去向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过问。至于圣女封号，我苏清月从来就不稀罕。但若有人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，我不介意让这瑶池换一位大长老。放肆！废话少说。4对1，苏清月，你自身难保，还敢大放厥词？动手！事到顶！交出你女儿的下落，看在同门一场，留你全尸。秦苍玄，你算计了我10年，却永远算不到一件事。我把女儿送去的地方，是这世上你最不敢去的地方。拦住他！太虚古林，雅雅最后的消息在那里，我必须不能倒，还不能倒。丫丫，丫丫，她怎么在这里？伤口全部愈合了，连疤痕都没有。有个好心的叔叔救了我，他给了我这个，说有危险就捏碎它。这种符文，这种炼制手法，不可能，我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。苏师叔，你道果已碎，
连仙尊境的实力都发挥不出，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？瑶池之事是我和秦苍玄的恩怨，与孩子无关，放他走。放他走，好让他将来找我们寻仇。苏师叔，你太天真了，然而勉强请来。挡不住。这是什么？空间传送符直接破开我们的法则封锁。娘，你看，这就是那个叔叔的家。是她，那个在我身边待了3个月，然后不告而别的女人。是你居然一直在这里。你走了万年，连名字都没留，现在问我在不在？凭什么质问我？你知不知道这万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带着孩子被整个仙界追杀是什么滋味？石道丁，道果碎了大半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！谁干的？是大长老秦苍玄，他带了好多人围攻娘亲，还用好毒的钉子偷袭她。上次感受到这种气息，还是万年前主人单挑9大仙尊的时候。丫丫，你不用找了，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。万年来，他们到底承受了多少？石道丁已经侵入道果核心了。主人，我想起来了，太虚古林禁区深处有一株9品青竹花，但是那片禁地里盘踞着好几头仙帝巅峰的上古凶兽，连您万年前都没深入过。主人，你这是要……去摘朵花而已。我也要去，我能帮忙。帮什么忙？帮我采灵芝吗？这鬼地方万年没来过了，比上回更邪乎了。那些老怪物不会都还没死吧？主人小心！万年没出手，比当年单挑9大仙尊时还恐怖。主人，要不咱偷了就跑？他主动献花。多谢，改天给你送灵萝卜。爹，快来，娘她醒了。醒了？但她一醒来就要走，还说谁要她救我？我苏清月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怜。你现在出这个门，活不过3天。死也是我自己的事。爹，你倒是说句软话呀！道歉、解释，还是命令他留下，哪一句都不。清月姐姐别气了嘛，主人刚从禁核心跑了个来回，差点被那几个老怪物炖了汤。9品青竹花，整个仙界就剩这一株了。禁区核心那地方，仙帝巅峰都未必能活着出来。我不是为你留下的，是为了丫丫。我知道，先治伤。是道丁跟你娘的道果缠在一起，拔出来可能连骨头一起碎。爹能行的，对吧？最后一根连接。出来了！娘你变厉害了！主人的厨艺倒退了5000年不止，跟炼丹炸炉了似的。娘，你知道吗？爹的木屋后面有棵好大的青竹，上面刻满了字。我偷偷看了，全是他在哪里、为什么走之类的话，密密麻麻的刻了好几万遍呢。对了，娘，你说祖爷爷太一仙王是被人害死的，那害死他的人到底是谁啊？你祖爷爷太一仙王当年因为仙界一场大变而陨落，那场变故的起因是有人打碎了炎帝的大道仙炉，引发道火失控，波及了半个仙界。仙炉是我万年前亲手打碎。太一仙王是我苏家的擎天之柱，他陨落之后，苏家从顶级家族沦落至今，人人可欺。万年来，我无时无刻不想找出真凶，手刃仇敌，让苏家重振声威。楚云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现那个真凶就是你，你准备怎么面对？万年了，问了自己无数遍，但今夜我在想另一件事。太一仙王也死在那场火里，我是间接的凶手。主人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打碎仙炉的时候，炎帝的表情？他不像愤怒，也不像心疼法宝，倒更像是在等你打碎他。对，就是那种得逞的表情，如释重负。继续说。还有，
仙炉碎裂后，盗火的扩散方向根本不是随机的，太快了，太精准了，就像被人提前引导了路径。被人引导了路径？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打碎仙炉的是我，但精准杀向太一仙王闭关之地的那把火，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我必须告诉他，清月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。万年前，打碎炎帝大道仙炉的人是我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清月，听我说，这件事另有隐情。清月，娘，你开门，他不是故意的。娘，你别生气了，开门。9大仙尊围攻我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这么无力过。灵气从指尖渡进去，轻一点，别把种子撑破了。爹，娘一整天都没出来。他需要时间。爹，娘她会不会再也不理你了？爹，娘会原谅你的。她嘴上不说，但心里一直念着你。她枕头下面藏着一块你的衣角，万年前你穿过的那件，我偷偷看过。主人，有人强行破了禁制，领头那个气息好熟，像是太一仙王座下的人。来得这么快。苏伯伯，清月，让开！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不能妄下定论。没查清楚，他亲口承认的。万年前他害死太一仙王，令我苏家从仙界之巅坠落，万年沉沦。他就是害死你祖爷爷的凶手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！让开，这件事该我来面对。太一仙王的陨落，楚某有责任，但其中另有隐情，我需要时间调查真相。若确为我之过，我这条命任凭处置；若另有蹊跷，也请苏家给我，也给太一仙王一个公道。好一个另有隐情！你一个害死仙王、逃了万年的缩头之人，有什么资格谈承诺？拿下！主人给你面子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。说了查真相就查真相，再敢动我主人一根头发，老子让你们整个苏家都见识见识什么叫上古龙威！百丈上古金龙，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不够他一爪。好，我给你3个月，3个月后若无真相，苏家上下必定讨回公道。3个月，你真的能查出真相？当年打碎仙炉的是我，但引导盗火、精准杀向太一仙王闭关之处的人，不是我。你是说，祖爷爷的死另有真凶？瑶池，不，离我远点儿！我的龙丝又来！豆豆，对不起吗？我真不是故意的。你上次也这么说的。哼，别看我，没用的。下次我一定控制住。你每次都这么说啊，混蛋！这种日子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好，开天辟地我都干过，怎么就熬小一锅汤？什么味儿？让我尝尝。这比混沌之水还难喝，你确定这是给人吃的？滚！明天再来。爹爹，我在后山找到好东西，你闻闻，特别香。后山禁区，谁让你去的？就在边上摘的，没进去很深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哇，好香！成了，试试。怎么还不说话？难喝。还行。他说还行。这还是那个令9天10地颤赖的楚天帝，跟个毛头小子一样。看够了就滚回去睡。联系上了几个烈渊兽、青木老祖，还有天渊那边的独孤前辈都回话了，愿意帮忙查。告诉他们，我只要一件事：万年前盗火爆发那天，仙炉附近的所有异动，尤其是太一仙王陨落的那一刻。主人，你怀疑当年的事不是意外？太一，你的死我背了万年，但如果真相不是我以为的那样，去办吧，小心行事，别暴露行踪。明白。瑶池心法讲究以柔克刚，
你体内的力量太过霸道，要学会用柔劲去引导，而不是硬压。娘亲，像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别急，慢慢来。嘴上不饶人，手倒是诚实。你还没睡？早点回来，丫丫等着你呢。丫丫等着我是吗？怎么了？谁传的信？烈渊兽。查到什么了？万年前盗火爆发的瞬间，有一股力量在暗中引导碎片的扩散方向，精准射向太乙仙王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失控导致的？那股力量不属于我，也不属于当时已经癫狂的炎帝。第三法，我和太一从一开始就是别人的棋子，是谁？他。封印要破了。我来压制，你稳住封印。撑住，快了！爹爹，娘亲，我梦到好多黑色的火在烧我。没事了，娘亲在。怎么样？你当年设的血脉封印，裂痕遍布，丫丫在长大，血脉之力也在壮大，封印压不住了。还有多久？最多半年，届时混沌之力彻底失控，后果……我知道，不能再压制了。赌不如输，必须让丫丫学会驾驭这股力量。怎么驾驭？去混沌渊，我的悟道之地。混沌渊在仙界最深处，我们现在的处境，苏家在找，瑶池在追杀，横跨仙界等于自投罗网。我知道，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主人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慢慢说。瑶池大长老秦苍玄，他在接触一股神秘势力。什么势力？根据地在仙界极北之地，那里是万年前炎帝封印所在。他要丫丫的混沌血脉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说细节。他要复活炎帝！炎帝，谁敢动我的女儿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死。炎帝复活他的祭品是我的女儿。冷静。你听到了？秦苍玄要用丫丫。我听到了，所以听我说。第一，苏万重的3月之约提前，龙豆豆加快速度，拿到秦苍玄勾结外敌的铁证。第二，即刻启程去混沌渊，不能再等。第三，盯死秦苍玄，他有任何变动，我要第一时间知道。老大，那老邓身边高手如云，我这小身板保证完成任务。无论什么时候，他总是这样，好像没有什么能难住他。去混沌渊之前，你得有自保之力。第一课，剑。爹爹要教我剑吗？剑术，看好了，剑是手臂的延伸，最重要的是稳、准、狠。再来试试吧。撞到我啦！我要闹脾气啦！豆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看第一遍，记住轨迹。再看一遍。第3遍就能自行变好，这不是学习，是本能。爹爹，我做错了吗？没有，做得很好。混沌血脉被斥为大忌，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潜力触动了某些存在的禁区。坐下，闭眼，娘教你一套心法。好。瑶池混元心经，以柔克刚，中正平和。你体内的力量太过狂躁，需要这套心法来梳理。他选了这套心法，正好能压制混沌之力的爆裂。老大，极西之地传回消息了。说，万年前炎帝被镇压时，他麾下有个地位极高的谋士，从没暴露过身份。炎帝的那些阴毒计谋，全出自此人之手。继续。炎帝兵败后，这人就消失了。有传闻说他改头换面，潜入了仙界某个顶级势力。所有线索都指向同一个人。老大，那家伙要是炎帝的军师，咱们这次的对手可不简单啊！从来就没简单过。
回来，回到我身边。爹爹，娘亲，没事，娘在。我梦见一个好大好大的人被好多好粗的链子锁着，他一直在叫我。混沌之气暴走了，封印裂了。不是自然松动，有外力在跟丫丫的血脉产生共振，远程激发她的力量暴走。秦苍玄，他等不及了，不仅锁定了我们的位置，还在用秘术提前引爆丫丫体内的混沌之力。我来。你要做什么？叠加第2层封印，以我的本源之力为基，至少能再撑3个月。本源之力，你要分出多少？1成。1成本源，对他这个级别的人来说，面对同级强者时，就是生与死的差距。你不该这样做。苏家在找你，与其枪家神秦苍玄在暗中窥视，你削弱自己，太冒险了。那你松不松手？极北冰原方向，这股气息，炎帝封印已经开始松动了。雷帝也醒了，时间比我想的还要紧迫。你爹正在施展一种失传已久的追求绝学。爹和娘在做什么呀？核心要义就是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，全靠个人魅力硬撑。这是他那种闷葫芦直男的顶级招式了。你想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走，对不对？等这一切都结束，我会告诉你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比不知道更危险。比你想象的。他在保护我，还是在保护别的什么？这不是任何已知的混沌属性，比所有记载的都更原始、更纯粹。元混沌，万千大道诞之前的第一个因，可以演变回世间任何力量量的母土。爹爹，你脸色好难看。没事，去练你的心法。怪不得秦苍玄如此执着，元混沌体质是一把能打开任何封印的万能钥匙。丫丫的血脉是元混沌，他早就知道。他身上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要沉重得多。你们也跟我一样被人追着打，好可怜，多吃点，长得壮壮的，下次他们就追不上你们了。在颠沛流离中长大，却没有变得冷硬，这一点像他母亲。老大，不好了！秦苍玄动了，他亲自离开瑶池圣地，带着人直奔极北冰原。他要亲自解开炎帝的封印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留了几个最忠心的手下在瑶池圣地，以前支持过苏清月的人全都被约束。苏清月万年经营的势力正在被连根拔起。爹爹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去找你娘。秦苍玄带了多少人？至少5个仙王境，还有一件疑似上古祭器的东西，没看清。祭器是用来加速解封的媒介，留给我的时间多了。苏万征的亲笔。大伯他，我会去的，带着真相去。你真的等了1万年？不是等，是找。等和找不一样，等是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所以停下了；找是无论你在哪里，都从来没有停过。木屋就2张床，我跟豆豆睡一张，爹和娘睡一张，刚刚好。丫丫，胡闹！哪里胡闹？别人家的爹娘都睡一起的。雷帝彻底苏醒了，而且他在找我。炎帝封印松动，雷帝苏醒窥探，秦苍玄奔赴冰原，所有的事都在同时发生。混沌渊必须尽快动身了。雷帝醒了，他的神识已经探入过太虚古林。你确定？残留的气息不会骗人，他来过又退了，再试探。雷帝，当年9大仙尊里，论实力他排第2，论阴险，没人比得过他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万年前的你，孤身一人，他拿你没办法。可现在，他说的对，我有了软肋，我会处理。我们一起。来了，
这次不是暗探，是明宫。这股气息是苏家的人。楚云，秦苍玄把你的位置捅给了整个仙界，你的调查到底查出了什么？目前掌握了部分线索，但还没有直接证据。没有证据。万年，我苏家等了你整整1万年，你说另有隐情，拿不出半点东西来。他们的怒有道理，在真相大白之前，我没有资格辩解。你当年号称仙界无敌，打碎仙炉害死太一仙王，现在躲在这破地方当缩头乌龟。你有本事去打9大仙尊，怎么没本事面对我苏家？骂吧，这些话比起太一仙王的命不值一提。你们不许骂我爹！我爹不是缩头乌龟，他是为了查清真相才忍着你们的。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人，算什么本事？这个样子像极了当年的他，护起人来不要命。苏前辈，辱我可以，但不要吓到我的女儿。苏家主，楚仙帝，我等奉仙界共议之令，前来调查太一仙王陨落一事，还请楚仙帝配合。不是巧合，苏家的人马加上仙界中立势力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剿。苏前辈，好大的手笔！够了。苏伯伯，太一仙王是我苏青瑜的祖爷爷，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想知道当年的真相，但你们现在的做法不是在寻求公道，是在被人当枪使。秦苍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放出楚云的位置，你们就没想过吗？因为他怕楚云真的查出真相。苏前辈请看，这是我从当年仙炉碎片中提取出的残余力量，这股力量不属于我，也不属于太一仙王，是第三方引导所致。第三方？你是说有人暗中动了手脚？不止如此，炎帝当年在仙炉爆炸前反应极为异常，而这些年秦苍玄一直在暗中联络炎帝的残余势力。他急着暴露我的位置，不是为了给苏家讨公道，是怕我顺着这条线查到他头上。真相确实还需要调查，我们可以再给你时间。但是楚云，时间不等人，你自己看。那是炎帝封印的位置。封印已经开始破裂了。雷帝苏醒，封印崩裂，留给我的时间比想象中更少。不管是谁想动我的家人，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封印已经开始破裂了。如果楚云说的是真的，苏家这万年就是一个笑话，被仇人玩弄于股掌，还主动跑来逼迫伊能揭开真相的人。叔祖，我们错了。楚仙帝，苏家等你的真相。都过来，该说清楚了。2条线，一条是秦苍玄和炎帝的阴谋，目标是丫丫；另一条是苏醒的雷帝，目标是我，目的不明。你觉得这2条线有关联？我有种感觉，他们迟早会交汇。龙豆豆潜入了秦苍玄的秘密据点，他偷听到了一段对话。太一仙王的陨落不过是一枚弃子的代价，真正的棋局从万年前就开始了。迅芒姑剑士，怎么了？万年前那场大战，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炎帝故意激怒我，目的就是让我打碎大道仙炉，引导失控盗火袭向了太一仙王。太一仙王陨落，苏家开始衰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目的，让你失去家族庇护，逼你带着混沌血脉的孩子孤立无援地暴露出来，好让他们轻易夺取。你祖爷爷的死不是战死，是谋杀。丫丫从出生起背负的一切都是棋局，那个下棋的人是谁？炎帝阵营核心心腹的身份令牌，龙豆豆在秦苍玄的据点里找到的。秦苍玄，他是炎帝的人。瑶池大长老，
秦苍玄根本不是什么瑶池圣地的人，他就是万年前藏在炎帝身后出谋划策的神秘谋士，潜入瑶池蛰伏万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清月啊，修行之路漫漫，不必急于一时，可惜了，老夫也无能为力。我在仇人眼皮子底下活了那么久，丝毫没有察觉丫丫被他的人烙上罪奴印，从头到尾，秦苍玄。清月，别急，你一急正中他的计，他每一步都在逼我们自乱阵脚，我们越乱，他越高兴。好，我不急。但他欠我苏家的，欠丫丫的，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。爹娘，我不想再逃了，我想变强，自己保护自己，保护你们。好，我们不逃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反击。第一步，我带丫丫去混沌渊。混沌渊？那里是混沌之力的起源地，最适合你修炼。你要彻底掌控自己的血脉，不再被任何人利用。第二步，在混沌渊寻找万年前仙炉爆炸的直接证人。当年那场爆炸，不可能只有我们三方在场。你是说有人目睹了真相？只要找到证人，秦苍玄的谎言就不攻自破。第三步，带着证据去参加不久后的苏家万年祭，我要当着仙界所有势力的面揭露秦苍玄的真面目。第四步，联合苏家以及所有能联合的力量，将炎帝剩余势力连根拔起。你呢？还有第五步，秦苍玄烙在我女儿身上的罪奴印，我要亲手替她抹去，然后将这道印记100倍奉还。计划已定，明日出发。今晚好好休息。楚云，谢谢你回来。阵法足以支撑3个月，等我们从混沌渊回来，一切就该结束了。楚云，万年不见。雷帝，他不只是苏醒了，他能直接触及我的神魂。我听说你有了一个女儿，混沌之血，多么美味的祭品！雷帝，你敢碰他一根头发，不能乱。他在等我自乱阵脚。计划必须提前。9981重迷踪阵，够任何追踪者兜上几个月。一步半步，越来越近了。走吧，目标混沌渊。识相的把灵石交出来，不然今天谁都别想活着离开。住手！不许欺负人！跟你一个德行。我年轻的时候可不这样。你年轻的时候比他冲动100倍。哪来的小丫头片子，滚回家喝奶去！丫丫，就拿他们当你的第一块磨刀石吧。爹教的基础剑诀，娘传的瑶池心法，运转。啊！我的手，我的剑力被化掉了。这小怪物是哪儿来的？混沌之力的运用还不够纯熟，但战斗本能很好。随你。多谢仙人，多谢小仙子。不用谢。走了。还有正事，这里是悬空灵瀑，当年我就是在这里一剑斩断瀑布，悟出了断水一事。主人，你吹牛！你当时是被瀑布里的水妖追着打，失足掉下才误打误撞斩断的。龙豆豆，你再说一个字试试。事实而已嘛。这片仙谷的花是我当年亲手种下的，是为了追求一个花仙子，结果人家嫌你太穷，跟一个丹王跑了。这是我们一家人第一次一起出游。混沌渊到了。爹，我身体里的力量在往外跑。别慌，混沌渊会引动你的血脉共振，这是正常的。跟紧我，我们下去。现在试着主动释放你的力量，然后再把它收回来，就像学游泳，只有在水里才能真正学会。我知道了，爹。渊底那个东西被丫丫的元混沌血脉唤醒了。那是什么动静？丫丫的元混沌体质太特殊了，我当年发现这一点，才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它的存在。为什么？这种体质对那些走到修行尽头的存在而言，是延续道路的唯一希望。一旦暴露，丫丫会成为整个仙界被争夺的棋子。放心吧，有主人在呢。主人说过，谁也别想动他的女儿，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我做到了，我能控制了。娘，我做到了。娘知道，不管前路如何，这一刻值了。小心！楚云，
万年前你只是将我重伤，今日我要拿你妻女的命来还这笔账。你可以试试。负伤，好，很好。清月，带丫丫走。你一个人？我万年前能打赢他一次，今天就再打一次。哼，万年前你正值巅峰，而现在你还剩几成功力？楚云啊，楚云，万年前你孤家寡人一个，我承认我打不过你。可现在你有了软肋，30多人，最弱的都是仙尊巅峰，还有几个仙帝初期。他准备了万年，这么多人，照顾好他。你小心。雷帝，你醒了万年，还是这么喜欢说废话？有什么本事，冲我来！他的气息比万年前更深了，不对，不能被他唬住，装神弄鬼！别愣着，动手！你的对手是我，来吧！丫丫，趴下！要碰小主人，先过老子这关！不要打他了，不要打了！冲！豆豆，豆豆，你醒醒！没事，豆豆皮厚。这股气息不同的劲，吞噬一切色彩，绝对全控。这种剑意，你万年来没有退步，反而更强了。疯子！还有第3剑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正面对抗，必死无疑。楚云，你再动一步，你的妻女跟我一起灰飞烟灭！楚云，你果然有了软肋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，把你女儿交出来，她的元混沌体质对我大有用处。交出女儿，我放你妻子。万年前的事，既往不咎。如果以后再遇到绝境，看到这个，就相信我，不会有下次。相信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解开他的雷禁。过来，孩子。丫丫，过去。爹爹，不要我了。听你爹的，别怕。是他的力量。再近下儿。阵法在地下。混沌双生阵，闭眼。爹爹。第3剑。你还隐藏了实力，这不是仙帝级初期的剑。你动我女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代价？区区一个女人，我的力量在流失。别挣扎了，越动死得越快。楚云、苏清月，本帝要你们死！追杀一个拼命的仙帝后期，封印可能出现破绽，不值得。谢谢你配合我。谁配合你了？我是在保护我女儿。豆豆休息几天就好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搞得我好像要不行了。你要是不行了，谁帮我种灵萝卜？这场战斗的边洞覆盖亿万里，瑶池那边瞒不住了，没有退路了。
从你们母女出现在我面前那天起，我就没打算退。丫丫，这股力量不是自然觉醒。丫丫，这些音节是远古混沌语，他怎么会？我去把他拉下来。等等，别！星月，没事，我没事。不，娘，停下来！我要停下来！他的意识还在，但身体已经完全被血脉之力接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神魂会先被撑爆。我进去切断共鸣源，你在外面用瑶池心经稳住他的意识。你疯了！混沌源底部连仙体都……没时间了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丫丫，听娘的声音，娘在这里，不要怕。这里的混沌能量，仙地一下进来就是死。这是混沌原石，把本源混沌之力强行灌入丫丫体内，是在催熟她的血脉。谁在操控这一切？排斥我！这块原石只认最原始的元混沌血脉，我的力量经过后天修炼，在他眼里是外来者。丫丫，你不是一个人，娘在这里，爹也在。楚云，快点！强攻不行，只会加速丫丫崩溃。还有什么办法？我是他的父亲，我们的血脉有最根本的联系。既然他只认元混沌血脉的频率，那我就把自己的力量伪装成丫丫的频率，频率稍有偏差就是神魂俱灭。但没有别的路了，丫丫的血脉密动就在那道光柱里。再细一点，不是对抗，是感受。她是我的女儿，就是这个频率。给我撑住！他做到了。娘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娘在。爹不是好好的，危机暂时过了。封印，那个隔绝天机的封印没了，在血脉暴走中被彻底冲碎了。从现在起，丫丫的元混沌之力再也藏不住了。爹，那块大石头，他告诉我了。告诉你什么？慢慢说。他说有人在用我的血脉做标记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他都能找到我。他说的是秦苍玄，那个醉奴印，那根本不是奴役印记。秦苍玄打在丫丫身上的醉奴印，是一个以元混沌血脉为引的追踪信标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行踪从头到尾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那我们之前所有的躲藏，所有的转移，全是笑话。他随时知道我们在哪儿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跟你没关系，秦苍玄，你把手伸到我女儿身上，就别想再收回来。现在怎么办？封印碎了，信标还在，我们已经是活靶子了。先解决信标，然后该让某些人知道，猎物和猎人之间的位置随时可以互换。封印已碎，信标暴露，暴风雨才刚刚开始。秦苍玄，这根本不是奴役印记，是追踪信标。我女儿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诱饵，炎帝一脉的古法禁术跟她的魂魄为为一体了。能去掉吗？强行抹除等于撕裂她的魂魄，我只能暂时屏蔽，但瞒不了太久。清月，原计划要改，我们的行踪很可能已经暴露了。怎么改？兵分两路，我去找一个关键证人，万年前盗火事件的活口，你带丫丫和龙豆豆去苏家。万年祭之前？对，时间不多了。你一个人去安全吗？万年前我一个人干翻9大仙尊，你觉得呢？少废话，拿着。爹，你快去快回。主人，别忘了给我带点灵果回来。活着回来。万年了，这里还是一片死地。幽冥灵凤，万年前的幸存者，天生穿梭幽冥与现实，对灵魂与火焰极为敏感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一定留下了痕迹。找到了，是他，气息一路向南。躲了万年，该出来了。万年前我留在你身上的气息印记，就当是老朋友的问候吧。
楚云，万年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太医仙王的事，对吧？我不仅知道，我亲眼看到了所有的一切。万年来，我躲在这里苟延残喘，就是在等一个赶来问我真相的人。盗火失控那天，太乙仙王本可以轻易脱身，但他没有。他身后是苏家族人，太乙仙王之躯为盾，硬生生拦下了那道火。他几乎就要成功了，盗火之力在他的混沌神体中即将被彻底化解。就在那个瞬间，一道攻击从战场最隐蔽的角落无声无息地刺中了他的后心。炎帝，那是炎帝的寂灭神光。太乙仙王是被偷袭，才被盗火吞噬的。证据。我用族中秘法幽影回溯，记录下了那一瞬间，你自己看吧。炎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太乙仙王发现了，炎帝身边有一个算无一策的神秘谋士，是太乙仙王的一个叛徒族人，一个姓秦的人。秦苍玄，原来如此，一切都串起来了。楚云，苏家出事了，我父亲在前往万年祭会场的途中遭遇了伏击，伏击者用的是炎帝一脉的禁术。家主，你快走，我们断后！闭嘴！我苏婉征的字典里没有抛弃族人这个字。丫丫，待在这里别动。清月，你怎么来了？胡闹！救你！大小姐，是大小姐回来了！一群废物！秦苍玄大人坐下，严卫首领前来取苏家主的性命。清月，结束了。迟到了。废话少说。先帝中期巅峰，秦苍玄就派了你这种货色来。你就是楚云。第一招。第二招。第三招。三招。秦红，你不是万年前就失踪了吗？苏家主，万年前的真相，你该看一看了。先祖，楚云，是老夫错怪你了。太乙先祖不是你害死的，你反而在万年之后为他洗刷了冤屈，为我苏家找回了真相。我苏家欠你一个道歉。前辈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苏前辈，你的好外孙女，她才是苏家真正的脊梁。你们以为查出真相就赢了？晚了，太晚了！主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就算没有苏清月那个小丫头，炎帝大人的封印也足以解开一半了。灭口禁制！3日之后，瑶池圣地就是你们所有人的坟墓。瑶池圣地，秦苍玄的最终计划已经启动了。3天。楚云、清月，老夫虽然老了，但苏家的剑还没有钝。3天之内，我们必须赶到瑶池圣地，阻止炎帝解封。那就走。秦苍玄，3天后做个了断。秦苍玄，他竟敢如此！万年，我们苏家竟养了一头万年的恶鬼。3天后，他将在瑶池圣地举行解封仪式，哪怕只解开一半封印的炎帝，足以横扫整个仙界。秦苍玄害我先祖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苏家所有可战之人听令，苏家上下愿随楚云小友一同讨伐瑶池。讨伐瑶池，血债血偿，为太乙仙王报仇。诸位前辈，此战的目标是秦苍玄和炎帝的残余势力。瑶池圣地之内，并非全是秦苍玄的党属，还有被蒙蔽的长老、无辜的弟子，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。楚云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管什么无辜？万年前，他一人独挑9大大仙尊，剑锋锐不可当。万年后，心中竟还装着苍生。就按楚云说的办。
这个男人永远都是这样。主人，豆豆虽然不能变100丈大了，但50丈还是没问题的。你安心保护丫丫就行。那是必须的，小主人是豆豆的命。楚云，如果这一战之后，你想做什么？种灵萝卜。还是那么没出息。你呢？带丫丫看看仙界各处，她从小没出去过。丫丫，你不用急着变强。爹，我不是急，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们为了保护我而受伤。用这个。这股感觉跟我的血脉相连。秦苍玄已掌控瑶池所有区域，不服从的长老和弟子全部囚禁。他在强行抽取中央灵脉，为解封蓄能。求援瑶池二长老。二长老发出了求救信号，秦苍玄已经囚禁了所有反对者，正在抽取瑶池万年灵脉，为一世蓄能。二长老，他还活着？当年在瑶池，若不是他，我的日子会更难熬。此人向来只求自保，他竟主动求救，说明瑶池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峻100倍。全速！解封仪式已经开始了。这里曾经是我的家。秦苍玄，死牢当诛！最外层数万修士组成的大军，先皇、先王境不少，中层大型禁锢阵法，扭曲灵脉为上方那东西功能。核心主殿，秦苍玄就在那里。全军听令，随我强攻，撕开这层乌龟壳。不行。为何？外层防线是他故意漏给我们的破绽，他巴不得我们去强攻，用苏家精锐消耗他的炮灰，为他争取蓄能时间。等我们打穿外层，仪式也完成了。好毒的阳谋！我们要做的不是打败他的防线，是直接毁掉仪式核心。分3路，第一路，苏伯父，你率主力正面佯攻，动静越大越好，把秦苍玄的注意力全部吸过去。第二路，清月，你带人从瑶池水路潜入，破坏禁锢阵的核心，阵法一破，灵脉供给中断，仪式必受影响。第3路，我去主殿阻止秦苍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去。他是万年前炎帝的谋士，必定藏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底牌。整个瑶池只有你最熟悉，破坏禁锢阵的任务也只有你能完成。你答应我活着回来。爹，我在后面等你和娘。乖，放心去吧，这里交给我。苏家儿郎，随我杀！干涸瀑布下层的巨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楚云，我这边不会拖你后腿。那是什么？他把护山大阵劈开了！楚云，你来的比我预想的快了一些，你也来不及了。这股力量远超任何一位先帝。万年不见，楚云，或者说万年前，我们就应该正式认识一下。你是谁？我是焚天。万年前，炎帝座下第一谋士焚天。万年前那个从未露面的幕后之人，竟是他。炎帝被你击败封印，我便改头换面潜入瑶池圣地，整整1万年，我才布下这盘棋。所以呢？太一仙王的陨落，苏家的衰败，苏清月的流离，还有你那个女儿，她身上的混沌绝脉是我亲手种下的。你以为万年前你赢了？不，你只是替我完成了棋局的第一步。你用了万年，利用了无数人的命，只为下一盘棋。今天收棋。收棋，楚云啊，楚云，仪式已经到了8成，炎帝的残魂已经与灵脉融为一体。就算你现在杀了我，仪式也不会停。你能挡住一位全盛时期的炎帝吗？试试，你极剑有离死后半。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剑。那是什么级别的战斗？楚先帝！很惊讶，
万年前我一直藏着实力，我的修为比当年9大仙尊弱上分毫，藏得够深。我暗中观察了你1万年，你出剑的习惯、运气的法门，每一招每一种变化我都了如指掌。你的流云剑是起手在左肩，竟如瞬移。裂天变招路线我全封了。你的第3剑惊鸿破绽在回气的那一瞬，第7剑归虚力量太过分散。我就像你的老师楚云，你的剑法在我面前没有秘密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些剑招他全部看穿了。结束了，你万年前的剑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在隐居中悟出了新的道。万年隐居，并非虚度。来得倒快，可惜此路不通。这些气息是瑶池圣地被囚禁的弟子，他把他们的生机融入了仪式，一旦强行破坏，他们全都会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毁灭吧！楚云万年不见，你的剑还是那么讨人厌。炎帝，主上，万年谋划终于等到今天。楚云，万年前你封印了我的肉身，但你封不住我的意志。今天，天地之上的气息比万年前更暴躁，但也更不稳定。仪式没有完成，万年前我封了你一次，今天不介意再来一次。不自量力！好重，竟然接住了！就这，直接破坏节点，这些人都将被彻底榨干抹没。不行，过来，再多来点儿，我撑得住。什么？谁在破坏禁锢阵？清月，是你！你休想！小主人，怎么了？小主人，你要干什么？爹爹在流血，娘亲也在流血。那边太危险了，你过去就是送死。豆豆，我不是去添乱的，我感觉到了，我能帮上忙。小主人，丫丫，天人三才之势，这是什么力量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强？楚云，这不会是结束，楚云！我就说我能帮上忙。辛苦了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楚云，你不想知道你的妻子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吗？苏清月，你不打算告诉她真相吗？关于你当年离开她的真正原因。万年了，这个问题扎了我整整万年。你以为他是怕你打碎仙炉连累他才离开？太天真了，甚至连头都没有回半寸。他离开的原因跟仙炉毫无关系，因为他在你身边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炎帝要对你不利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，我不是一个普通的路人女子。万年前，我是奉太一仙王之命，暗中监视你的苏家密探。密探，监视者，那一切从开始就是算计。我以为的缘分，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步棋。但是在你身边的那3个月里，一切都变了。你的善良，你的孤独，你对天地的敬畏，我从一个监视者变成了真正想留在你身边的人。我爱上了你，楚云。我发现怀了丫丫之后不久，截获了炎帝阵营传给太一仙王的一份密信，信中说
炎帝将对你发难，而太医先王，他会在那场大战中借刀杀人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这才是真相。告诉你，就是背叛苏家，把整个家族拖入深渊，不说就要看着你踏进必死的陷阱。我不敢告诉你，我怕你冲动之下直接去找炎帝和太医先王，我只能走，带着丫丫躲起来。我以为只要我消失了，他们针对你的理由就会少一个，你就能安全。你恨我吧？我骗了你，从头到尾，我们的相遇就是一个骗局的开始。苏清月，你说一切都是骗局的开始，但你忘了，骗局会让人心痛吗？你走了万年，我痛了万年。如果这份痛是假的，那我宁愿痛一辈子。爹，娘，你们别再分开了好不好？我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，我只要你们在一起。苏家刻下的耻辱，万年苦难的见证。楚云，你的力量还没恢复。够了。万年的等待，值了。炎帝的残魂暂时压住了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9大仙尊，除了炎帝和逃走的雷帝，还有7位。这万年的平静之下，你在担心？还藏着什么？不担心。我在想，以后该种多少灵萝卜，才够我们一家人吃。楚云，你以为封得住我？我们回家啦！还好还好，一朵都没少。柱子，我回来了，有没有想我？万年了，第一次觉得这地方不够住，委屈你了。这地方破了点儿，有他在的地方，哪里都不破。主人脸红了，主人脸红了！再说一句，今晚灵芝炖汤。豆豆什么都没说。得加几间房。爹，这件是给我的吗？明天早上，太阳第一个照到你。太好了，比山洞好100倍。啊，主人！别感动太早，我旁边没有灵芝。小气。丫丫有了，豆豆有了，我的也铺好了，你呢？我睡摇椅，万年都这么过来的。哼，随你。爹，娘好像在笑。别拆穿，会挨打。气沉丹田，一走周天。混沌之力不是让你拿来砸人的，要学会引导。娘好难，他不听话。再来，你体内的元混沌之力已经稳定了，现在缺的只是控制。深呼吸，从头开始。你爹当年就是太懒，修行万年，翻来覆去只会一招劈，你可不能学他。爹被骂了。专心修炼，别看我。继续第3遍。一家3口，2个怕老婆的，啊不对，小主人也怕，那就3个。哼。大伯，楚先帝，苏万军代表苏家特来拜访。这是太医先王家父生前留下的道运手札，是苏家最珍贵的传承。先王手札中记载的毕生道运，理应交给能守护苏家后人的人。放眼整个仙界，没有比你更合适。楚先帝，这一礼是替丫丫谢的，也是给过去的事画个句号。万年的恩怨，就这么一匣子一鞠躬结了。太医先王的道运果然博大精深，这一篇关于混沌法则的面术，连我都没想到还能这样理解。这是封印。老人家，你藏得够深的。还没睡，手札看完了。你看看这个。爷爷，我等了万年。有些伤，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治好。我能做的，就是让他知道哭的时候身后有人。好丑，不要看着我。确实挺丑的。你是不是不会说话？不会，但萝卜汤会熬，要不要来一碗？要。
热的。好了，彻底好了，豆豆的伤全好了。豆豆，你干嘛？小主人，看好了。小主人，豆豆又生龙活虎了，厉不厉害？你压着我头发了，疼！豆豆错了，轻点，轻点。主人，这小丫头仙尊境初期了吧？这才多久？她这个年纪，这个修为，整个仙界找不出第二个。而且她的剑既有你的霸道，又有女主人的灵动，搞不好将来要超过你。那我就可以安心种萝卜了。你是真不在乎还是装的？爹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刚才那一剑。看到了，比我当年强。娘，爹夸我了。别骄傲，剑意还不够凝练，明天加练2个时辰。又加练？谁的？瑶池二长老请我回去当圣主。娘，要走吗？不回去。瑶池有二长老足够了，我现在的位置挺好的。爹，你以后还会出去吗？雷帝，你还活着对吧？不主动找事，但如果有人欺负你们，如果有人来找事儿，这次我帮你打。好，那我就再出一次手。所以在本龙的精心照料下，今年的紫纹灵芝产量翻了3倍，品相更是前所未有。爹，豆豆已经讲了半个时辰了。忍忍，让他高兴。这一朵我给它取名叫豆豆1号。豆豆，结束了吗？我饿了。你们就不能给点面子吗？我等联名恳请楚前辈出山，担任仙界共议长老，统领仙界，重建秩序。不去。楚前辈，这可是仙界至高的。他说了不去，便是不去。诸位请回吧。爹，当大长老不好吗？可以管好多好多人呢。当大长老就没时间给你种萝卜了。那不去，萝卜重要。雷帝，半年你一直在看。主人这一招太绝了！发个朋友圈就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出门了。吵！不，主人你想想。豆豆，睡了。雷帝，你的信我收到了，这是我的回信，随时恭候。这么晚了，在刻什么？他一直在记，从第1年开始。以后不用刻了，因为我不会再走了。好。仙庭山那边，你外公想让你去接受苏家的传承和历练。那要去很久吗？你自己决定，想去还是想留在这里？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是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来，因为爹种的灵萝卜确实比外面的好吃。行了，那就去。9品青竹花灵木的木心炼的，够你用很久。传送符捏碎它，无论你在仙界哪里，都能直接回到这个院子。这个你知道的。去吧，在外面闯了祸就回来，爹给你收拾。但是回来要先挨我的骂。知道了，我跟着小主人去见识大场面啦。主人你自己在家好好种萝卜吧。滚！楚云，万年前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名字。现在我正式告诉你，我叫苏清月。苏清月，好名字，等了万年才知道。还过得去。万年积寂，换来此刻，值了。太虚古灵幽深，我不再是孤独的强者，我是父亲，是爱人，是守护者。